很明显的，当熬夜加班时数增加时，每周能够完成的工作量也会增加。因此，熬夜加班时数与每周工作完成量这个流量之间也存在着一个正向的因果关系。这个连结使得系统中出现了第一个因果循环的回路。在系统图中有2种回馈回路，我们现在看到的第一种被称为调节回路，以 B 来简称。在调节回路中的变量经过一个因果循环后会趋向一个平衡。举例来说，当待完成的工作量越多，熬夜加班时数就会增加，提升每周工作完成量，相当于打开了排水口，使得待完成工作量减少。绕完一个回圈后，本来越多的待完成工作量减少了，在系统中达成平衡。在画系统图时，为了帮助我们记忆这个回圈要表达的故事，我们会为回圈命名。我们将这个调节回路命名为加班完成。再举一个调节回路的例子，主动协助同事与每周工作产生量之间也存在着一个正向的因果关系，因为协助同事相当于为自己增加工作量。这个连结创造了系统中的第2个调节回路。当待完成工作量上升，我们会减少主动协助同事的次数，降低每周工作产生量，相当于把入水口的水龙头关紧一点，降低待完成工作量增加的速度。这个因果循环同样在系统中提供了一个平衡的效果，让待完成工作量不会无止境的成长。我们将这个调节回路取名为先顾好自己。